我叫张毅，一直在仙山苦学炼丹。师傅总骂我是大废柴，今天我终于练出来了绝世九转金丹，可师傅竟然叫我滚下山。上古九转金丹炼制之法，要是练成了，师傅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万年人参，高力透；万年灵芝，高力透；彼岸花，高力透；万年玄玉，千年玄甲，高力透；冰魄、龙髓、息壤、金睛，统统高力透。我就不信练不出金丹。九转金丹，夺天地造化，生死人，入怀古。练出这神丹，师傅总不会再嫌弃我修为低下了吧？我马上就能证明自己了。为何本天师突然心血来潮，必有大事发生？怪哉怪哉！难道是那小子又在瞎折腾？欲成金丹，取之于四级菩子间，伐阴阳为柴，引九妹之火，那宇宙之焰，焚！这是九转金丹丹成之劫。这个小兔崽子都已是大罗圣境了，还来祸害老头子的宝库，我的宝贝药材啊！不对啊，书里面没说炼丹还能引来天象大变啊，这到底咋回事？难道是我弄错了？张毅，你个兔崽子！老夫的万年人参、万年灵芝啊，冰魄、龙髓、息壤都弄哪去了？你这是在败家啊！师傅，都在锅里呢，等我练出九转金丹，您就再也不用嫌弃我境界低下了。这次肯定能让您大吃一惊。造孽啊！你居然用铁锅炼制九转金丹，你当这是炖大鹅吗？为师当年就不该把你捡回来，你气死我了！师傅，毁不了，我全是按丹书记在练的，九转金丹马上就出锅，您就等着瞧好吧。出锅？你别太自以为是了，要是出不了，这次为师一定把你逐出玉京山。三道紫雷劈中，锅身符文爆发出刺目白光，锅内金丹雏形显现，祥云从锅底涌出。关键时刻，天雷降临，金丹好像真的要炼成了。神他妈铁锅炖金丹，这都能行？道祖在上，这兔崽子难道是老天爷亲儿子吗？我3万年都没练成了。师傅，九转金丹成了，您不能赶我下山了。拦不住了，这兔崽子修炼10年，直入大罗圣境，炼气出神兵，现在铁锅炼金丹，老头子我3万年都没练成啊！必须把他弄走，再留他，我的秘密就藏不住了。师傅，丹书上说这九转金丹能增强修为，重塑根骨，这我吃了怎么没感觉？一点修为也没增加啊？难道是哪里出问题了？浪费，你的资质太差了，吃九转金丹也没用，别再白费力气了。你都超越大罗圣境了，吃1万个九转金丹也没个鸡毛用啊！那怎么办？我炼千元神丹试试，这丹陆地神仙吃了都有用，说不定这次就能成功。还练？再练我的玉京山都要被掏空了。不行，必须把他赶下山。10年了，快要瞒不住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张毅，为师传你造化仙经，你一定要好好领悟啊！三花尽开，武器朝元，大罗圣境，老夫收了个什么怪胎？回忆起曾经教导张毅的场景，赵玄义心中感慨万千，也更加坚定了让张毅下山的决心。义儿，你已来玉京山20年，实在没有修炼天赋。来，全力给为师一掌，让我检验。若还没寸进，便下山去吧。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3岁炼气，5岁金丹，10岁化神，20岁圣境，我还骗他资质差，必须把这个兔崽子送下山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师傅，
我不想下山，我已拼命修炼，请您检验，我一定能证明自己的。用你的全部修为，别藏着掖着。师傅，看好了，6道轮回拳。我靠，他来真的，我不会被这兔崽子一拳打死吧？我叫张毅，是个修仙废柴。师傅从小就说我没有灵根，成不了大器。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就在1个小时前，我把师傅的宝贝药材做成了提升修为的仙丹。本以为挨一顿打就完事，没想到师傅竟要把我送下山。凭啥？我还没成仙呢！师傅，我绝不下山。自己倾尽全力的一击，竟未伤到师傅分毫。哼，毫无寸进，朽木不可雕。这仙经10年才到第8层，为师当年1年就第10层了。道祖在上，老子3万年才第5层，这小子10年就超我了。我修炼到狗身上去了，收拾一下，下山去吧。师傅，弟子不想下山，只想侍奉您左右。自古以来，具有9阴、太阴、少阴体质的女人可遇不可求，只要与其一双修，就能打破枷锁，修得仙道。这些年，我为你搞定了2桩婚事，婚书你拿着。实在修行困难了，就和他们结婚，走个捷径。师傅，弟子入山20年，与您朝夕相伴，求您别赶我走。赶紧走，再留着，你都要摸到天道境界了，老子快装不下去了。诗儿，你与仙道无缘，却与红尘有份。你家人尚在，带着这块玉佩下山了却因果吧。了却因果就能回来。谢师傅，我这就下山。镇元大仙，落花洞主，这天道境界的女婿，你们就接吧，一接一个不吱声。咦，20年了，这玉佩终于有动静了。东南方，难道我的红尘因果在这里？晴雪，一定要找到你弟弟小易。爸，别说了，你会没事的。钢筋贯穿头部，能活着就是奇迹，取出来必死无疑。钟百会血穿入血海，药石无用，除非有护灵丹护住血海。可现在张家主无法移动，更坚持不到话语仙门。要我说，准备后事吧。既然寻常手段救不了我爸，仙长，仙家手段也救不了吗？仙人也不是无所不能的，受此重创，能多活这1时3刻，已是命中积德。若奢求活命，恐怕……本就难过的张晴雪再也控制不住情绪。我爸还活着，你们凭什么说这种话？头为元神之府，此伤已动根基。这厢能定3魂7魄半小时，抓紧交代后事吧。只要能救我爸，张家愿付出一切。我们家有化羽仙门的仙缘，能助你们成仙。安神香只能维持半个小时了，大小姐还是让张家主抓紧交代后事吧。张庆之颤抖着从怀中摸出半块玉佩，自亲生儿子在走失后，至今未能找到。张晴雪是张庆之的养女，但张庆之一直将她视为己出。此刻张庆之命悬一线，有些执念他依旧无法放下。晴雪，今日之祸不是偶然，20年前追杀我，害我丢失小易的人又出现了。我唯一遗憾就是至今没找到小易。爸，我一定找到弟弟，您放心。而此时，张毅也跟随玉佩的指引来到了张家门外。我去，好重的煞气！大爷，头上插钢筋，很好玩吗？我叫张毅，是个修仙废柴。就因为我把师傅的宝贝药材做成了提升修为的仙丹，师傅说我尘缘未了，丢给我半块玉佩，就把我赶下了山。没想到一下山就遇上了一个头上插钢筋的大爷。你们城里人这么有趣吗？头上插钢筋好玩吗？
哪来的野小子，敢嘲讽我爸？来人，给我掌嘴！我没嘲讽，那安神香根本没用，救不了命。再不拔钢筋，他最多活10分钟。哪来的小子口出狂言？这是龙涎安神香，仙人之物。无知几香寒龙涎剂，能为杀魂击魄，保他一炷香内不绝气。不错，这香凡人闻之增寿数十年，仙人一宿境界提升。你懂个屁呀！不可能，这香我练了几百根，师傅说过，这就是驱蚊子的，对提升境界一点用都没有。不然我怎么还是只有这么一丁点修为呢？放屁！此香需大罗圣境方能炼制，天上人间罕见。你竟说练了几百根？难道这香真这么金贵？师傅说我这大罗圣境是低等修为，练这香跟玩似的。我等3位神医都不敢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拔，能活一炷香；拔了，当场毙命。别争了，再拖他就真死了。赶紧拔钢筋，用仙气炼金针，风左右神庭保3魂，风气海、凤池、百会护气魄。这是仙道医书所载的秘法，非大罗圣境不可施展。你到底是谁的徒弟？不能说，我修为这么低，说出来丢师傅的脸。在下是玉山上一个门派的小童，门派就我和师傅2人，你们肯定没听过。这不，师傅嫌我修为太低，说我朽木不可雕也，把我赶下山了。小门派嫉妒竟懂如此秘法，这算什么秘法啊？师傅说修仙之人都会啊。话说回来，你们也是修仙之人，怎么不救人？你们再见死不救！怎么可能？此法需大罗圣境修为，我等金丹期根本施展不了。师傅说金丹期远在大罗圣境之上，他们说金丹期是末流，那我岂不是末流中的末流？扯淡！我这远不到金丹期的都能施展，你们分明是不愿救。你这小子很……小先生若有办法，无论条件，张家都答应。举手之劳而已，让开，我来拔。不行，拔了张家主必死。老头，拔还是不拔？你说了算。看到这小先生就莫名亲切，听小先生的。若我爸有事，张家绝不会放过你。不拔也是死。龙涎香燃至尽头，火星熄灭，青烟消散。香灭了，张家主气数要尽了。来不及了，老头，忍着点。我叫张毅，是个修仙废柴，因为太过废柴，被师傅赶下山历练。玉佩指引我遇上了一位被钢筋穿头的老头，无法见死不救的我，准备徒手帮他拔钢筋。老头，忍着点。爸，你怎么样？别吓我。3位医者中最不信邪的西医，认定这是一场草菅人命的闹剧。不麻醉不消毒就硬拔，这是故意折磨人。张家主撑不过这一下。你懂什么？这钢筋每拔1寸都需镇魂诀镇住3魂，多点香就像用了麻药，根本不痛。此香地仙门派凑不齐100根，我身上只剩1根，这是求净化羽仙门的拜礼，绝不能给。医仙前辈，张家所有财富、仙缘都给您，求您再拿几根。切，1根都舍不得，还修仙呢？这玩意不值钱。改天回山给你们搬几百根。我修了300年的道，难道修了个寂寞？这龙涎香真是随处可见的东西。医仙的世界观正在崩塌，他毕生追求的至宝，居然在张毅眼中和蚊香差不多。天有3奇日月星，通天透地魂不惊。震！真拔出来1寸，张家主还活着。好像真的不疼了，这香真管用。龙涎香的药效与张毅的镇魂诀相辅相成，竟然成功压住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剧痛。医仙抬头，眼中的张毅像是化作了一个白胡子老道，他宁愿相信眼前是位活了1000年的老神仙，也不愿承认张毅修为高于自己。他一定是个隐世老怪物，
装成小伙子模样游戏人间。这口诀，这手法，妥妥的大罗圣境啊！我叫张毅，是个修仙废柴，因为太过废柴，被师傅赶下山历练。玉佩指引我遇上了一位被钢筋穿头的老头，无法见死不救的我，准备徒手帮他拔钢筋。今有武神开生路，魑魅魍魉走不停。张毅再度掐诀，金光更盛，钢筋又被拔出1寸。张庆之周身浮现5道虚影护持，第2寸拔出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连空气都仿佛跟着钢筋的移动而停止。突然，张庆之眼睛睁大，紧紧盯着张毅手上的胎记。这胎记和小易的一模一样，不可能。可他是仙门中人，就算小易还活着，也不可能进到仙门。仅仅20年就修成这般大能仙道啊！张毅凝神，周身7道香火气柱冲天而起，与金光交融。地护天门，七香续命，出！伤口痊愈，之。爸，您好了，真的好了。这不科学，他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信奉科学的西医，此刻世界观受到了毁灭性打击，而医仙则往门口悄悄逃跑。难道他真的是隐世仙人？看着年轻，实际已经修炼了几千年。不行，这件事我必须速回仙门禀报祖师，求小神仙收徒，传我们仙道医经。在众人眼中的神仙手段，在张毅看来不过是师傅教的基础功课。别跪别跪，我真是被师傅赶下山的弃徒，啥也不会。小神仙，看在赐香的份上，再赐一根补补损失呗。拿吧拿吧，不够再跟我说。暴殄天物啊，这可是我求仙门的敲门砖。小神仙，您的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我张家有份化羽仙门的仙缘，明日化羽仙门仙缘大会，愿将仙缘相赠。若您能进仙门重新修炼，肯定能早日成仙。被师傅嫌弃修为低的张毅，对仙门天然充满了深深的向往。仙门修炼有道理，仙门灵气充足，确实适合修炼。敢问小神仙尊姓大名？我叫张毅，弓长张，容易得意。他难道真是小易，我的儿子？我叫张毅，是一个被师傅流放下山的修仙废柴。我下山第一件事，居然是帮一个大爷徒手拔钢筋，拔是拔出来了。大爷好像对救命恩人的我很感兴趣，还说要送我一个礼物。他难道真是小易，我的儿子？是神仙。小神仙既叫张毅，敢问今年几岁？都说了我不是神仙，就是个没资质的废柴，叫我张毅就行。2根手指，这个修为肯定不可能是20岁。唉，看来只是与我儿重名罢了。张仙士，实不相瞒，老头我也曾修炼仙道，只是天资愚钝，毫无进步。不过化羽仙门的祖师曾说，小女晴雪乃是9阴之体，与之双修，可改修行资质。爸，您什么意思？难道要我嫁给他？张毅想到了师傅临走前对他说，和9阴之体双修确实有点好处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张仙师能力超群，嫁给他，你难道不愿意？我的9阴之体，仙门祖师说我可是有金仙资质，为了找一弟弟，我才拒绝仙门，而他一个被仙门逐出的弃徒。唉，找了10多年，机会渺茫，小易或许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张仙师救我性命，这种大恩岂可不报？不用，我救人是为行善积德，不强人所难。老先生，您能给我一份仙缘，让我进入仙门修炼，已经感激不尽了。至于这婚事，就算了吧。化羽仙门看重资质，万一你达不到收徒要求呢？那说明我真的是废柴，压根就不适合修仙，那就做回生老病死的普通人喽。爸，3年，我再找3年一弟弟。张仙师既有修为，想必有几分资质，但我找到弟弟，便嫁给你。仙缘大会是化羽仙门唯一收徒途径，通过灵资考验的人就能入仙门。我看在座诸位资质平平，这拜师的荣誉多半要花落我张家了。仙门之地，禁止喧哗。我叫张毅，虽然我是被师傅赶下山的修炼废材，但也不是什么臭鱼烂虾都可以让我下跪。
拜见仙人。千篇一律的跪拜中，一个不肯低头的身影成了全场焦点。张仙师，这是化育仙门的3位掌教真人，主导本次的大会，快跪下，别惹他们。不跪就是不敬仙门，不尊仙道。你还想不想进化羽仙门了？既来参加大会，准备拜师，你小子为何不跪？我只跪真正的仙人，你们修为不高，不值得我跪。好狂的小童！我等执掌仙门1000年，入天宫，下地府，你竟敢说我等修为不高？全场哗然，没人相信张毅竟然敢挑战仙门权威。不敬仙人者，没资格参加仙元大会。还请3位仙人下令，将他赶出去。我没说错啊，为什么要赶我走？他们真的不是仙人。我师父说过，真正的仙人高深莫测，根本看不透修为境界。我师父就是仙人，我就看不透他的境界。这位小友也是修仙之人，我观小友的确有些修为，已到炼气8层，不知是何门何派。以你小小的炼气境界，竟说自己能看破仙人境界的修为，你师父是何方神圣？师父说我天资不详，是个废柴，把我赶出山门了。从此我没脸再提师父名号。不肯透露。睁大你废柴的眼睛看看，我们究竟是什么境界？师父说的没错，3朵全开就是炼气7，离陆地神仙差着108000里呢。记牢了，3朵炼气，2朵筑基，1朵金丹。花骨朵等于陆地神仙，凡人修到花骨朵，就算顶破天。我的障眼法快瞒不下去了，他已经9连旗开入天道境，得赶紧让他走，不能让他知道我已经被他薅干净了。你们仨都是炼气7啊，离陆地神仙还差得远呢。坐井观天的小崽子，老子堂堂陆地神仙境界，竟被你说成是小小炼气7的修士，你怕不是近视眼没戴眼镜？我看你师父也和你一样，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，懒得跟你计较。你这般废柴也肯定经不过考验，进不得仙门。50至，及时到，请仙门圣器混沌神珠。混沌神珠，传说能测天下资质的神珠。我叫张毅，原本是一个被师父流放下山的修仙废柴，但因为我顺手救了一位头上插钢筋的大爷，为了报恩，热心大爷要带我入仙门。现在是入门仪式，摸珠子测资质的时间。不会吧，我的废柴本质难道就要暴露了？这就是化育仙门圣器，能验灵根、测资质、辨善恶的混沌神珠。想当年我几次跪求，神珠亮都没亮，说我资质不够，连仙门门槛都没摸到。天地初开才有此混沌神珠，它的第1妙用就是测修仙资质。修仙之人用手一摸神珠表面，神珠便会显现其修炼资质。这个黑不溜秋的大珠子这么闪，我才不信！凡人修仙分9个境界：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陆地神仙、偏仙、神仙、金仙、大罗圣境、天境。神珠显出的金莲数量就代表你的资历所能达的上限。他们说的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什么筑基、金丹，还9个境界？师父只跟我说过炼气3朵，金丹1朵，我该信谁啊？都给老娘记住了，金莲是修仙的通行证，没这证，你一辈子都进不了仙门，一辈子都只能当个凡人。1朵金莲代表能修到陆地神仙资质，2朵天仙资质，3朵金仙资质。你要是有3朵金莲，那就是各大仙门争抢的好苗子。师父说1朵金莲已是凡人修仙的天花板，那像我这样头生9连的末等修为，岂不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？6朵金莲，大罗圣境资质，万里挑一，千年难遇。仙门弱的此子必大兴。如果是9朵金莲，那就是天道资质。这种境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只有道祖1人达到过。你们看看就好，不必强求。师父说9朵是最次的，仙门却说9朵是道祖境界，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吧？
当然一朵金莲都没有，只有花骨朵，也代表你有修仙潜质，可做门外弟子。但如果连花骨朵都显不出来的，只能去后山扫厕所、劈柴，做一辈子仙门杂役喽。神珠一行，测资质的规矩讲完了，凡想入化羽仙门者，都可以到神珠面前一试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沸腾，只有张毅一个人郁闷地苦着脸。虽然我爸定下了你我的婚事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不奢求你有金莲一品，但你最起码要达到门外弟子的级别。我张晴雪绝不会嫁给一个扫厕所的杂役。我荆州李氏这一辈子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入仙门修仙道。我苦修100年，这将是第90次求测资质。好家伙，这辈子为了修仙，真的无欲无求了。有一朵了，我能入仙门了。金莲一品，陆地神仙资质，你苦修100年，总算得偿所愿，准你入我仙门。我叫张毅，是一个被师傅流放下山的修仙废柴。只因为我顺手救了一位头上插钢筋的大爷，为了报恩，热心大爷不但要带我入仙门，还把貌美如花的女儿许配给我。谁料半路跳出个江家少主要来撬我墙角。金莲一品入我仙门，得我赐福，再生一境。哇靠，好强的力量！不会吧？苦修100年才一朵，还得靠赐福生境？那我这20年修为，真要去扫厕所了？看你那心虚样，不敢测吧？我先来，我不求我的男人比我强，但至少不能比我差。想不到年纪轻轻就有陆地神仙资质，老夫自叹不如。诸位看好了，我女儿可是太阴圣体，不止一朵金莲那么简单。3朵金莲，金仙资质，果然是太阴圣体，先天便自带仙缘。可惜你曾发誓3年之内不入仙门，可惜。3朵金莲的光过于闪耀，不愧是在场很多人几辈子都追不上的高度。看到没？这才叫资质。你要是能显一朵，我就……张晴雪后半句没说出口，但那眼神里的轻视简直藏不住。3朵就是金仙资质，我这种修仙废柴怎么可能强得过他？注定我与张家无缘，成不了家了。太阴圣体，据说与太阴圣体双修，修为能直接倍增。江家的算盘打得噼啪响，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。张老爷，晴雪小姐出身名门，又是太阴圣体，放眼靖州，能配得上她的，只有我江少廷。今天愿向张氏提亲，求娶晴雪小姐，还望晴雪小姐给个机会。江少廷，你是在向我求婚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晴雪小姐有金莲3朵，金仙资质，我江少廷也不差，配你正好。哼，胡说八道！晴雪早已许给张仙师，你死了这条心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张毅身上。张毅与之对视，发现这位贵公子的礼服下隐隐透出一缕黑雾，与记忆中张庆之胸口的煞气类似。这煞气和张家主被谋害时的一模一样，会不会江少廷和张家主头上的钢筋有关？感觉他不是什么好人。没错，晴雪已经答应嫁给我了。不好意思，江公子，你来晚了。拿开你的手！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我爸说的不算。晴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连爸的话都不听了？爸，报恩的方式有很多，何必用婚事？我发过誓，要嫁的男人要么比我仙姿聪颖，要么比我强，否则他凭什么征服我？听到了吗？晴雪有金莲3品，金仙资质。请问这位所谓的张仙师，您是什么资质？敢在这里和我抢女人？我叫张毅，原本是一个被师傅流放下山的修仙废柴，但马上就不是了，因为我受邀出席仙门大会，现在正在测试修仙资质的混沌神珠面前，围观群众都等着看我这个废柴的笑话。但我总觉得事情还有转机，万一真被我测出有9朵金莲呢？我具体仙资不知道，师傅只说我头顶9朵金莲，是修仙者里最低等的。放肆！9朵金莲是修者最高境界天道境，你敢说低等？你这是拐着弯骂我们？我们3朵金莲
还不如你这最低等。不，我意思是我碰神珠，一朵金莲都出不来，修为不如在场任何一位。师傅说的境界和这神珠，怕不是反着来的？我靠，千万别露馅啊！爸，您看见了吧？我堂堂太阴圣体，金仙资质，嫁给他，全仙门都要笑掉大牙。不嫁张仙师，难道嫁江少廷这小子？他脸白净，心可黑着呢。这婚事我不答应，你想都别想。没错，大小姐，姓江的确实没安好心。住口！你个没资质的凡胎，懂个屁！张家主，你就是个普通人，管不着有金仙资质的大小姐。哼！爸，对不住了，我今天得忤逆您。江少廷，你若能得神珠认可，我愿与你结为双璧。当年老祖就说我是九阳圣子之体，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。果然是九阳之体。好，不愧是我孙子。老总没说错，九阳之体与太阴之体平齐，可晋升金仙境。这俩要是合修，境界能飞着长。爸，相信我的选择，嫁给张毅，我此生境界难以寸进；但嫁给江少，我能缔造仙道奇迹。师傅说过，心术不正，成不了真仙。张晴雪这眼神，怕不是被猪油蒙了。6朵，是6朵金莲。我的天，大罗圣境资质。张家主，看见了吧？跟我孙子比，那废柴能让晴雪进步半分。我叫张毅，是一个被师傅流放下山的修仙废柴。就在刚刚的仙缘大会上，我被嘲讽没资质，扫厕所都不配，连我自己都放弃了。可神珠却开出一品金莲，原来不是我没资质，是神珠反应慢了半拍。张仙师，不能眼睁睁地让晴雪跳火坑啊！现在只有你能帮她了。我上去一朵金莲都出不来，咋救啊？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你跟我比，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要不你还是上去测测资质，说不定能留在后山扫地洗厕所。张毅，我给你机会，神珠出3朵金莲，我就考虑改变主意。我也想看看自称投生9莲的张仙师到底啥货色。去，快测！测，不准推脱。测，不准推脱。我若是一朵金莲也测不出，可就真是把师傅的老脸丢在地上摩擦了。连上前的胆气都没有，根本不配我高看。畏首畏尾，消者之耻。说你师傅是谁，让你师门一辈子再也没资格来我仙缘大会。行吧，测就测，总不能真把师傅的老脸丢在这，让他们踩在脚底吧。好，我测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结果好坏都算我的，跟师傅师门无关。看吧，我就说我没资质，一朵金莲都出不来。早猜到了，神珠没反应，你连扫地资格都没有。张家主，你们家的仙缘用在他身上，纯浪费了。张仙师，看来是老头我看走眼了，你当真与修仙无缘呐？我还以为你能留下洗厕所，没想到这活儿都轮不到你。幸亏我慧眼如炬，没在你身上浪费青春。老婆子，我没眼花吧？那是一品金莲。一品金莲。我叫张毅，原本是一个被师傅流放下山的修仙废柴，但我现在被仙门大会的混沌神珠测出了金莲一品资质，看来我有机会进仙门修仙道了。不过这个神珠怎么还有变化？难道失灵了？我这末等修为居然有陆地神仙资质，师傅眼瞎了吗？金莲一品，这小子仙字藏得够深啊，这是真人不露相。好啊好啊，金莲一品能修成陆地神仙的潜力，跟晴雪也算般配了。切，不过是金莲一品，我和江少都是3品，你与我之间仍是地仙与金仙之差。听到没？地仙和金仙差1万年，你再修1万年也赶不上我。慢着，不是1品，是金莲2品。不可能，他这种俗物能有陆地神仙资质就烧高香了，怎么可能2品？白石仙人，您看错了，有1品我就知足了，真的，别捧杀我。
神珠有吞吐金莲之相，难道？金莲2品，天仙资质。张仙士，你跟晴雪的差距从万年变咫尺了。2品咋了？我家少廷3品，天仙和金仙差着辈呢。没做梦啊，刚还是地仙，转眼成天仙了。神珠怕不是坏了？不对，不是天仙，是金仙。3朵金仙资质，我原本一个废柴，居然能跟太阴、九阳之体齐平了。一天出3个金仙，化羽仙门千年头一遭，这是要上天啊！他们先天体质，居然能比肩九阳、太阴体，这是修仙界的必入剧吧？我九阳之体万里无一，居然跟个企图平齐，耻辱啊！晴雪，你看张仙师跟你同是金仙，多般配。般配？我是太阴圣体，他凡体，要他测出4品才算勉强齐平。 4品就他，诗人说梦，千年来只有老祖达到过6品。神珠要动了，难道露出第3位超越金莲3品的人了？4品，他到底是谁？开挂了吧？老祖修了3万年才到4品，他才不过20-30岁，竟已达到老祖修行3万年的高度。 这绝对有假！师傅说我连炼气期都突破不了，怎么到了这里却成了修仙奇才？神珠怕不是坏了，失灵了吧？4品咋了？我和晴雪双修6品，大罗圣境，你比得了？有本事你也测个6品，让我们开开眼啊！6品是大罗圣境，仙门大佬都达不到，我咋可能？哼！自惭形愧就好。你我之间的婚事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6品大罗圣境资质，这是人能达到的。金莲6品大罗圣境，竟然有人的修仙资质与我齐肩。大罗圣境仙资，张仙师受我一拜。妈呀！我与江少2大圣体结合，才勉强测出金莲6品。这小子居然一个人就做到了。 我叫张毅，如今我已经从修仙废柴爆改金莲1品。虽然刚刚混沌神珠失灵，莫名其妙又给我测出金莲6品，气得在场所有人都要求我重测，我真服了。没想到下山套路这么深。张家主，快请起，这肯定是神珠失灵了，测错了，放肆！混沌神珠几万年来就没错过，你敢说它失灵？ 你敢说神珠出错？这是对圣器不敬，对我仙门不敬，对仙道不敬，跪地赔罪！哼！圣器高贵，岂能容你污蔑？跪地赔罪，否则今日叫你肢体难全。听到没？给圣器磕头赔罪。测出6品又怎样？不敬神珠就要跪？我没说错，凭啥跪？我仙道根基为0，师傅早验证过，神珠6品就是失灵。 错了，看他不像撒谎，难道神珠真出错了？宁可信神珠错了，也不信这小子压我一头。再测一次，还是6品我就认，答应你的话就算数。对，姓张的小童，再测一次给我们看看。测就测，肯定是神珠坏了，师傅肯定不会骗我。我去，神珠这动静。 是要原地爆炸！神珠异动，天道资质等于道祖级别。张毅这是要直接封神的节奏。天道资质，开天辟地，只有道祖有啊！真有这种人，与道祖平齐，整个仙界都得震3震。妈呀！他一个弃土，怎么可能是天道资质？肯定是我想多了。就他，我才不信，肯定是装的！快看，神珠要出金莲了！ 9朵，天道资质，人间竟有和道祖平齐的人。与我仙资齐肩，已足以惊动半壁仙界；与道祖齐肩，岂不是整个3界都要为之一振？天道资质，第2道祖啊！若是第2道祖之人，出自我化羽仙门，从此以后化羽仙门便是3界第1，无上荣耀啊！
小道恭请张仙师入化羽仙门。小道子阳，恭请张仙师入仙门。快跪啊！天道上仙在这，求他原谅。别跪，别跪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您受得起，能跪天道上仙，是我们高攀了。您入仙门，我们拜您为师，掌教真人位子给您。这小子到底啥来头？仙门都给他跪了。我可以进你家仙门，但这9品金莲真不是我的，神珠肯定坏了。神珠有序，天地无灾，这就是天道资质的证明。我不信，他肯定用了障眼法，连1品都没有。没错，肯定是小门派的障眼法、骗仙法的。放肆！神珠骗不了人，再胡说赶你们下山。此生再不准你将是涉足仙门半步。3位仙人都认了，难道我真看错了？他真是大仙人？他们都说是天道资质，师傅却说我是朽木，我到底信谁啊？我叫张毅，混沌神珠又放大招了，居然测出我金莲9朵，还说我有天道资质。原本针对我的3个神仙也开始对我点头哈腰，还有什么老祖给我原地赐福？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小小年纪，天道资质与道祖齐肩，莫非世间真有这样的修仙奇才？让我赐仙力试试他的真实修为。啥玩意儿进我身体了？这是老祖赐福，帮你原地提升修为，这是认可您的天道资质了。赐仙力咋没啥感觉呢？血脉喷张啥的都没有啊。我这一指仙力能搬山移海，咋到他那儿没动静？再赐一指。又是老祖赐福，我完全没感觉啊，是不是太抠了？给的太少？怪了，天道资质也该有反应，看我再出5、6、7、8、9指。3位仙人，转告老祖别赐了，这点仙力对我真没用。老祖是开山鼻祖，至高无上，我们拦不住啊。好我1000年仙力都测不出修为，要么他是菜鸡，要么我仙力在他面前是菜鸡。道祖10万年都没超天道，他一个小童怎么可能2位师兄，神珠几千年没这样过，难道要炸了？快和我3人之力稳住神珠，别让他落地闯祸。神珠有万古之力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我也快不行了。这啥情况？我就伸个手，他自己过来的，不算我抢的啊。按照这些人的说法，天道资质最多9朵，这第10朵哪来的？假的吧？这什么力量，连神珠都扛不住。是神珠爆裂，化金莲10品。10品是天道之上的资质，混沌神珠都扛不住。没错，张仙师是万古第1人，天道之上的资质。天道之上，得他可得半壁仙界，必须抢过来。天道之上，万古第1，我这点金仙资质不值一提。假的，道祖都突破不了，你这金莲是假的，我要拆穿你。这光怎么跟火一样？金莲护体，连天道资质都做不到，天道之上错不了。天道之上，我听都没听过，道祖都突破不了，我一个新人怎么可能？神珠肯定失灵了。张仙师别妄自菲薄，若你天资绝顶，凭2000年修为能胜过别人100万年。什么2000年修为？我叫张毅，是神器混沌神珠亲测的金莲9朵。天道资质，我的废柴生涯算是逆袭成功了。没想到半路还冒出来个我的亲爹，好家伙，我再也不是没有家的野孩子了。什么2000年修为？谁啊？我？你说你2000岁啊？这不就是2000年修为？搞半天原来是张庆之把20听成了2000，是20年，不是2000年。20年？你才20岁。20岁就是天道之上资质，仙道奇才啊！20年修为胜老子1000年，老子没脸成仙人了。再说了，我没白头发没皱纹，这么英俊帅气，怎么可能2000岁？张清雪的智商突然再现，他注意到张毅手臂上的伤痕，好像猜到了张毅的真实身份。爸，他叫张毅，20岁，
有一样的胎记，他是义弟弟。当年我和小易手臂都被刀划过，看刀疤就能确定。什么小易？胎记？刀疤？听不懂啊！张先师，可否让我看看你的左臂？我胳膊没问题啊，你看这个干啥？这张大爷，你胳膊上怎么有一样的伤疤？你是我当年弄丢的小易儿子，我找到你了。义弟弟，我们找了你20年，终于找到了。啊，这我做了20年孤儿，突然有爸有姐有家了。我们一家人重逢，你不高兴吗？张毅高兴不起来，这么多年，他都以为自己是被人抛弃的，压抑的负面情绪也在一瞬间爆发。我高兴，叫你爸，你想多了，我不高兴。张庆之慌了，对儿子的愤怒感到不解。儿子，你这是为什么？我做了20年孤儿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当年为什么抛下我？我……张庆之张口结舌，因愧疚和激动，一时语塞。原来这小子就是当年老祖说的修仙奇才。哼，老祖当年怕他超越自己，让我们江家买通死士杀他，结果这小子居然命这么大。哈哈，他没死成，老祖不会放过他的。小易，回家让我慢慢解释。弟弟，当年有人要杀你，爸为保护你被砍了10几刀。什么？被砍了10几刀？爸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回家，这仙门我们不进了。神珠爆裂，大祸未查，谁都不许走。我叫张毅，是神器混沌神珠亲测的金莲9朵，天道资质。但很奇怪，神珠测完我就原地爆炸了。化羽仙门的领导老头也突然出现，他想干什么？不会是想让我赔钱吧？恭迎老祖。是谁毁了我仙门万年圣器混沌神珠？老祖，就是他毁的。对，就是这小子。回禀老祖，就是这位张仙师。他就是老祖，上来就对我，怕不是要搞事情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神珠是自毁的，关我儿子啥事？这小子资质逆天，吸了他的资质，我就能上天道境了。嘿嘿，正好借神珠的事拿捏他，让他乖乖听话。老东西别狡辩，大家都看见神珠爆成第10朵金莲落张毅这小子手上了。是你们逼我测的，测出10朵金莲就赖我，神珠自己炸的，关我屁事啊！张仙师，神珠是承受不住你的逆天资质才炸的，这你赖不掉。行，你们说啥就是啥，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照价赔偿。照价赔偿？老头你开玩笑啊？这玩意儿无价啊，我拿啥赔？神珠无价，他10条命都不够赔，老祖故意刁难他。20年前没弄死他，今天老祖亲自出手，他死定了。老祖，我张家有黄金万斤，珍宝无数，全献给仙门赔罪。神珠是上古圣物，岂能跟凡俗金钱比？要用同等仙道圣物赔。没有，你们张家今天谁也别想走。老祖，你明知地仙门就这一件上古圣器，你这是故意刁难。除非张仙师能去天宫借宝物，不然难平老祖的怒啊！在所有人都幸灾乐祸之际，张毅掏出一把锈迹斑斑的砍柴刀，刀把还缠着破布条。上古神器我没有，就这把自己练的兵器，你要不？张仙师别胡闹，一把破柴刀也敢拿来赔神珠，这是侮辱圣器。小弟，赔偿的事我和爸来想办法，这把刀快扔了，别给他们留画饼。扔了？为啥要扔了？师傅给我带下山的东西虽然不多，但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吹牛逼吧你！这破刀，山下铁匠铺一堆，当我们眼瞎啊！老祖，这小子就是来捣乱的，赔不起就杀了他祭神珠。谁捣乱了？我师傅说这刀不比神珠差。嘿，你们要不要？张仙师别仗着资质逆天就放肆，你太过分了。我倒要看看这刀有啥金贵的。江少廷，你是仙门弟子了，去拿过来。是。我去，好重。江少廷，一把柴刀而已，你这是演哪出？这刀真有几万斤重，我拿不动啊！你能扛1000斤顶，拿不动一把刀，别在仙人面前丢人。几万斤？
你逗我呢？这刀7斤8两，我天天砍柴用的。哼，你就是不服气我儿子，想惹怒老祖害他，太卑鄙了。江少廷，你真卑鄙！我以前居然想跟你双修，太恶心了。江少廷，别弄虚作假，把刀拿过来。要么是幻觉，要么是他耍诈。这次我要用全力。这刀被他动了手脚，害我出丑，求老祖灭了他。我叫张毅，金莲9朵，天道资质。可惜神桌测完我就原地爆炸了。现在化羽仙门的老头敲诈我要用仙气来赔，我只好拿出了下山前师傅送我的砍柴刀。搞笑的是，在场所有修仙的都拿不动，还说什么刀有1000斤重。你们真的不是在演戏吗？江少廷，演戏上瘾了。我说了，这刀才7斤8两。这刀有古怪，他肯定耍了手段。本以为江大少爷是好苗子，居然是个连刀都拿不起的废物，滚开！这刀虽然重了些，可还没有到拿不起来的地步。这破刀怎么这么重？仙人没开玩笑吧？小易刚刚不是拿得很轻松吗？3位真人，现在信我了吧？这刀绝对被张毅这臭小子动了手脚。白石仙人，你来试试，这刀真的很轻。我倒要看看藏着什么把戏。卧槽，好重！白石面色不对，这刀怕是不简单。仙人，这刀轻吧？我没说谎吧？这刀很轻，轻如鸿毛。江少廷听到没？白石真人说刀很轻，你的把戏露馅了。我没有说谎，老祖您要信我啊！刀给我，一看便知。白石，拿过来。此刀重如高山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张毅皱眉后退，一脸警惕。刚才说轻，现在又说重，难道仙人也会演戏？你刚才不是说很轻吗？想陷害我？胡说！我仙门掌教光明磊落，岂会使用这些肮脏的手段？老祖，这刀非同一般，我们破解不开。张仙师，快拿开！我要被压死了！小易，快拿开，别伤了仙人！张毅轻松拿起刀，刀身突然飘出七彩迷雾。师傅说过，通天法宝才会有七彩迷雾，难道这砍柴刀是神器？还不起来！这小子年纪轻轻能练出这种神技，他的修为深不可测。让我来试试。你们破解不了，我亲自来。老祖小心，这刀真的很怪异。不过是把刀，老子还能怕他？老祖，你没看到刀上的七彩迷雾吗？老祖一脸你骗谁的表情，在他看来，刀上只有锈迹，哪来的七彩迷雾？哪有什么七彩迷雾？你怕是菌子吃多了，休在此胡言乱语！赶紧给老祖，拖延时间没用。只有大罗圣境能识破仙道神器，你能看见我看不见，觉得我修为不如你？可能真是我的幻觉吧。这刀没施仙术，却重得离谱，难道真是遗落的神器？张毅一脸戏谑地瞅着老祖，这老头刚才还装淡定，现在手都在抖。老祖，你咋也拿不动，这刀难道真有万斤重？我叫张毅，金莲9朵，天道资质。我只是拿出了下山前师傅送我的砍柴刀，在场所有修仙的都拿不动，就连化羽仙门的老祖也费劲巴拉，居然还给我下跪，这是啥情况啊？这刀真重到连老祖都拿不起。老祖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区区一把刀，几斤几两而已，快撑不住了，怎么办？老祖，你说刀很轻，那你手抖啥呀？我手没抖，这刀就很轻，你看我像拿不动的样子？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我另一只手也能拿。卧槽！老祖，您这是干啥？给张毅下跪！老祖别跪我，您几万岁，我才20，受不起啊！老祖，您的身份是仙门脸面，您一跪，仙门就跪了。3界之内能受我一跪的，只有天上仙人和仙道神器。哪有仙道神器？神珠都炸了！老祖说的神器，莫非是这把柴刀？没错，这刀能赔神珠。老祖说这是神器，师傅咋不告诉我？太好了，赔了神珠，我们能走了吧？走，小易，咱回家。这仙门不咋地，以后换个靠谱的。
站住！这刀不够，再拿一件神器出来。就剩这2封婚书了，你要不？张仙师别胡闹，老祖数万年童子身，不近女色。这是我唯一的东西了，你们还想要啥？我要你的逆天资质，给我！我能直达天道境，重塑神珠。老祖总算要出手了。好啊，张毅死定了。失了他的资质，就没人能突破天道境了。没人突破，仙门也少了层大山，或许是好事。不行，资质给你，我就真的变废柴了，我不接受。哼，你身为仙门之首，怎么想出这种阴毒下作的办法？我们找了小姨20年才团圆，我看谁敢动我弟弟。这里是话语仙门，你们走不走，活不活，老祖说了算。你们说我资质逆天，那没人是我对手，我要走，谁拦得住？张毅，你资质再好，没修炼，现在就是低境界。我门下随便一个弟子就能拦你。武庄观愿助他以臂之力，你道门还拦得住吗？我叫张毅，金莲9朵，天道资质。我只是拿出了下山前师傅送我的砍柴刀，仙门老祖居然都给我跪下。而且我发现不止这刀，师傅留给我的其他东西，关键时刻好像也很有用。奉家师命，张毅，我武庄观保了。武庄观圣女，我跟他们没交情。哼，他毁了我仙门圣器，你武庄观要为他出头？他是我武庄观的人，家师镇元子，我万寿山圣女不答应你动他。小易，你啥时候拜了武庄观，成了镇元大仙的弟子？张毅一脸懵逼，他从没去过万寿山，怀疑这圣女是不是认错人了。我没有啊，圣女姐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师父没告诉你，你有份婚书是跟我万寿山圣女的。万寿山武庄观圣女，真的是你？我来带你回观，一为成婚，二为家师炼金丹疗伤。坏了，这元子是地仙之祖，武庄观比话语仙门牛多了，有武庄观撑腰，今天可能留不住这小子了。老祖摸着下巴，心里打起算盘。他垂涎万寿山已久，早就暗地里咒害镇元子，10天之内镇元子必死无疑。镇元子快完了，我不用怕他。不行，谁也别想带走张毅，神珠因他而毁，必须留下天道资质赔偿我仙门。你不过是小仙，也敢忤逆家师的意思？镇元大仙要人，就让他自己来，他来了，我必放人。镇元大仙不能来，我落花洞洞主向你要人，可否？邪门歪道都来了，话语仙门越来越热闹了。哼！你这臭小子嘴巴不干净，毒咬你，算小惩罚。洞主大人，我们错了，麻烦给我孙儿一瓶解药吧。回去自灌3日金枝，多可解。另一份婚书难道是跟落花洞主的？落花洞洞主，我这是走了什么桃花运？落花洞主也是为了他来的。20年前订了婚书，我来接未婚夫张毅回落花洞成亲。一个武庄观，一个落花洞，这我咋选？老祖，武庄观和落花洞都惹不起，放人吧。老祖不甘心，既然2大仙门的面子不能不给，那就先顺着台阶下，先放了人，后面再找个机会报仇也不迟。既然武庄观、落花洞都来要人，这人我放了，但要他去武庄观还是落花洞，你们自行抉择吧。他是我的未婚夫，让开！他跟我也有婚约，你说他是你未婚夫，未免太可笑了。落花洞无拘无束，能做快活夫妻，你会选我的，对吧？张毅脸红纠结，这武庄观和落花洞感觉都是修仙福地，这让他怎么选？我自己做不了主。他不会跟你们走，因为他要娶的人是我。我叫张毅，是一名拥有天道资质的修仙人。下山前，我师父给了我2封婚书，没想到测完资质以后，我2个未婚妻和姐姐都抢着嫁给我，这该如何选？我下山只是想认真修仙啊。你，哼！我啥时候说要娶你了？别添乱啊！我发过誓，3年找到你必嫁，难道你不愿意娶我？我没说不愿意，只是婚约是我师父给我的。我做主，婚约作废，小易跟晴雪回老家结婚。不行，
婚约作废得跟师傅商议，不能这么潦草。我得不到的就毁掉，我们3个，今天你只能选一个，选我，选我。此毒致命，你想清楚，选他们还是选我？小易听我的，许晴雪。师傅等着疗伤，他必须跟我走。我族都等着婚礼，他必须跟我走。我找了他20年，我不会让你们带走小易的。别吵了，我要先回家认祖归宗，再去武装观救人。最后要娶谁？要请我师傅出山为我做主。好，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哼，老子用钉头7剑书废了你，看你这小子还怎么救镇元子。这床真软，比山上的舒服多了。晴雪姐姐，你穿这么少，非礼勿视。张晴雪慢慢靠近，她十分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。论仙道我不如他们，论姿色我完全不输。娶谁还没定呢，要请师傅决定。你急啥啊？我答应爸要嫁你，哪怕你与他们只有1%的可能，我也不能冒险失去你。不行，师傅会打断我腿的。只要我们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就会放弃。我叫张毅，是一个有点小厉害的修仙人。从仙元大会离开后，我喜提了天道境资质，一个亲爹，2个未婚妻和一个想嫁给我，并且现在就贴在我身上的姐姐。张毅，你一定要控制住你自己啊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他们会报复的。要是他们迁怒，那就冲我来。不行，如果因为我悔婚牵连到玉京山，那不就毁了师傅名声吗？绝对不行。还好我练过静心咒，这小小诱惑还不能让我乱了分寸。张毅，受我钉头7剑书，第1钉，心火焚身。血气冲胀，静心咒不管用了，我要克制不住了。嘴上不要，身体诚实的很呢。来，让姐姐陪你玩。糟了，破身了。7钉加身，暗咒集成。张毅，你小子活不过7天。你虽然资质不错，但境界低，杀你简直易如反掌。钉头7剑书自毁，难道张毅这死小子修为和资质一样，已超天道？一会见了圣女，可不能让她看出我破身了。来人可是玉京山赵仙师之徒张毅小友。看你们年纪，该叫我哥哥，不是小友。你师傅来也只算是赵师兄，叫你小友是抬举。真论辈分，你得叫我们仙师叔。我师傅足足3万年仙龄，而我也已经20出头，你们才16、7、8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本仙童1320岁，清风1200岁，我们是全武装关上下最小的。什么？你1320岁？你1200岁？仙迹可查，不信你去问你师傅。差点咋忘了，师傅说过，神仙府邸守门的都比人间散仙岁数大。尴尬，叫你小友不是，那就叫你仙师吧。我们师傅镇元子身体抱恙，圣女特地派我们2人在此地迎接。张毅有些纳闷，三清是镇元子的朋友，四弟是他的故人。换句话说，天上的神仙全是镇元子的熟人，他咋会身体抱恙？你们师傅这么厉害，为啥圣女还要拜托我给他疗伤呢？若是明枪，自然不怕，但这次是暗箭，是一种上古咒术，名为钉头7剑书，是那个杀人于无形的钉头7剑书吗？没错，不过师傅已找到克制之法，这种咒术炼制天元金丹可解，但武装官不擅长丹术，所以请您和其他炼丹师前来炼丹。师姐命我2人引仙师往人参果园等候，请。我叫张毅，是一个有点小厉害的修仙人。从仙元大会离开后，我喜提了天道境资质，一个亲爹和3个未婚妻，其中一个未婚妻是武装观圣女。她离开前曾拜托我救她师傅，现在我按照约定来到了武装观，没想到她师傅受伤，另有隐情。这就是人参果，师傅说能医死扶伤，媲美蟠桃。这是混沌初分就有的灵根，名叫草还丹。这棵树3000年开花结果，3000年成熟，1万年才能吃。没错，这树上结的果子，闻一闻能活360，吃一个能活4万7。妈呀，闻闻就活360，吃一个那不得赛神仙。师傅说了，今日哪位仙师能炼出天元金丹，便赐1颗人参果。凡人吃了能入仙道，仙人吃了境界大增。如果我带1颗回山上给师傅，
他肯定高兴死。圣女说过，来人必须是玉京山赵仙师的徒弟。咱们只问了一嘴，他也只答了一句，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师姐所说那位。师兄机智，让我们是他仪式，别认错了人。二位仙童，为镇元大仙炼丹要紧，还是快把你家圣女请出来，尽快炼丹吧。圣女师姐去见其他丹师，稍后便到。对了，师傅与圣女都说你是修仙奇才，修为已达天道境，不如展示看看，也让我二人开开眼。张毅瞬间僵住，在话语仙门神珠爆炸的事已经说不清，万一他根本没天道境修为，怎么展示？张仙师为何还不展示？是这地方太小，施展不开，还是这天道境根本就是吹出来的？仙童说对了，我被师傅赶下山时，连炼气期都没有突破，怎么会有天道境呢？清风、明月对视一眼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好了，是我们搞错了，你果然不是圣女要等的张仙师。好一个装模作样的骗子，骗我们带进人参果园，一定是想偷仙家异宝。师兄，赶他出去！敢在万寿山武装关行骗，看我不打到你皮开肉绽再扔出去！两位仙童误会了，你们倒是听我说完啊！你这个骗子，你还想说什么？玉京山赵玄一是我师傅，我却是你们说的张毅，但是我有天道境修为，这是谣传。什么谣传？胡说！这是玉京山赵仙师亲自传信告诉师傅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若有这等修为，还会被师傅赶下山吗？师傅常说做人要谦虚，难道他真实境界越高，越不轻易展露本事？你是说，他如果真是师傅说的张毅，那他现在就是在隐藏实力？不如用师傅的法宝捆仙绳试试，是不是天道境，一测便知。清风点头，一脸赞同。捆仙绳困不住天道境大神，如果张毅能轻松走脱，那就证明是要等的人。你们如果还不信，派人去玉京山找我师傅问，他能证明。玉京山距此何止千里，来回要1天脚程，哪来的劫？不如先抓了他，等师傅回来辨明身份，岂不更简单？我叫张毅，是一个有点小厉害的修仙人。从仙元大会离开后，我喜提了天道境资质，一个亲爹和3个未婚妻，其中一个未婚妻是武装观圣女。她离开前曾拜托我救她师傅，现在我按照约定来到了武装观，却惨被守门小童刁难，居然还要用捆仙绳捆我。Hello， 谁来为我发声？我可是镇元大仙和圣女请来的客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你如果是真的张仙师，我们自当认罚赔罪；如果真是骗子，就是护元之功，师傅会奖赏。这捆仙绳不比寻常物，有天道境能轻松挣脱。可你若是骗子，这捆仙绳越是挣扎，就捆得越紧，只紧到最后难以呼吸，窒息而死。你若现在能挣脱，我们就信你。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没有天道境界的修为，怎么挣脱？张毅身子一动，捆仙绳突然闪了道金光，便松了些。咦，这绳子怎么突然松了？难道是他俩没捆紧？师傅要请的客人绝非等闲，不可能没能力挣脱这捆仙绳。你挣脱不掉，就是假冒的，被勒死也是活该。我们走，就让他在这被捆仙绳勒死吧。捆了这么久，还不用修为挣脱，看来他真不是师傅要等的人。算了，吓他一下就行了，出人命师傅会责罚，要不就收绳赶他走吧。俩人转身刚要动手收绳，突然瞪圆眼。张毅举着2段断绳，一脸茫然看着两人。两位仙童，我要是说这捆仙绳我还没用力就断了，你们信吗？你撒谎！捆仙绳是仙家法器，不是天道境，怎么可能挣断？你就算有天道境本事，挣脱就行了，为什么要弄断它？我真的没有，就用了一点点力气，他自己断的。完了，捆仙绳断了，师傅和圣女知道了，会重重责罚我们的。武装关乃清净之地，何故如此喧哗？圣女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师姐，都是他，张毅隐瞒修为，我们才用捆仙绳是他的。他不仅捉弄我们，还毁了师傅的捆仙绳。你们说只有天道境能挣脱，我境界第一，哪能挣断？肯定是你们拿错了，那绳子根本不结实。张仙师是座上宾，捆仙绳断了不计较。
但你不该隐瞒修为，造成误会。我真没隐瞒，我打师傅一拳，他只当挠痒，说我没半点修仙之力。赵仙师传信说你修至天道境，无所不能，不然我不会亲自请你。师傅这是害我，干什么不好，非要把我吹上天。你跟你师傅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，说谎的肯定不是我几斤几两自己清楚。突然，圣女盯上了张毅脖子上的红印，眼神一冷，瞬间愤怒。你破身了。我叫张毅，虽然有点不确定，但我应该是一名拥有3位未婚妻的天才修仙人。为了救其中一个未婚妻的师傅，我按照约定来到了武装观，却惨被守门小童碰瓷。好在关键时刻圣女姐姐出现，但她好像是来找我麻烦的。张毅瞬间僵住，慌忙拉高衣领遮脖子，眼神躲闪。你说过要经师傅同意再选婚，现在却食言，说谎的是你。哼！圣女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怪那时候。我堂堂圣女不可能嫁给一个不洁之人，除非你能炼出天元金丹向我赔罪，否则武装关和玉金山从此绝交，我必踏碎你玉金山门。张毅一想到马上就是自己熟悉的炼丹环节了，立刻恢复了10成的自信。好，我们一言为定。武力不行，炼丹我拿手。德真元大仙邀请我2人星夜兼程赶来，2位前辈辛苦，炼出金丹，师傅必有重谢。听说这次你们还请了一位丹道高人，是不是高人不一定，但肯定是满嘴谎话的花花公子。要不是师傅特意吩咐，我们早把他赶出去了。你们师傅请我来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万一这丹药真被我炼出来了呢？镇元大仙请的奇人，不会就是他吧？没错，师傅说他精通丹术，炼出过9转金丹。就他弱冠之年能炼出9转金丹，狂言妄语！我在老君宫修行1000年才炼出9转金丹，你这小子的道行一看就不足100年，不可信。我也觉得这人满嘴虚假，说能炼丹就是想保命。且看他炼不出丹，师姐怎么惩治他。等我炼出金丹，你们就知道传言是真的了。真本事还是空话？丹炉前利剑分晓。白眉真人凑近丹炉闻了闻，发现一丝不对劲。炉中有3颗5成炼化的仙丹，这就是我们要炼的天元金丹吧？师傅已炼5成，剩下没炼化的3成为丹药之引，2成是丹药之心。丹药之引是这树上的人参果，丹药之心则需要用上诸位的炼丹秘宝。果子在树上，但需要靠你们各自本领摘。我记得人参果是地仙灵物，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。看来摘它得用金鸡子。人参果是遇金而落，可碰过金气的果子仙气就没了，就当不了丹药的引子，所以必须徒手摘。我叫张毅，虽然还是不确定，但我应该是一名拥有3位未婚妻的天才修仙人。为了救其中一个未婚妻的师傅，我按照约定来到了武装观，不仅被守门小童碰瓷，被圣女当场退婚，还突然冒出来2个奇怪老辈子说也要炼丹救人。好家伙，看来我也是备胎。昆仑丹师皱眉，一脸为难。不用金器徒手摘，闻所未闻。我们修仙之人，修为够高就能玉器为金，手掌玉器，用手敲击人参果就能摘下。我看着自己的手，暗器。师傅说过，玉器为金，那是大罗圣境的本事。我这双手还差得远呢。这边昆仑丹师撸袖子，准备第一个开敲。我先来，我修到3500年，这双手能开山劈石，不输金器，一定能敲下果子。白眉真人瞥了我一眼，语气带刺。好，就让这位说空话的小子看看，炼丹靠的是大修为。真本事可不是几句屁话就能练的。等到2位前辈摘下人参果，炼出金丹，你就对武装关毫无用处。到那时，我们俩薪酬就愿一起算。我摘不下果子，怎么就断定我炼不出丹？摘不下果子，你自己当药引吗？他进去也只能炼出废丹。昆仑丹师走到果树前，撸袖子运功，周身泛起白光。哪轮得到晚辈炼丹？等老子摘了果子，金丹分分钟炼成。昆仑丹师对着人参果出掌，掌中带起金色气。人参果，果子却只轻轻晃了晃，没掉下来。奇怪，昆仑丹师的修为大够啊，怎么打不过？道兄，
人参果树是天地灵根，坚硬无比，得用尽全力。昆仑丹师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周身金光更盛，再对果子出掌，力道比刚才猛了1倍。给再说，人参果还是没动，稳稳挂在枝头。昆仑丹师喘着粗气，额角冒汗，显然耗了不少力。前辈修为够，为何迟迟打不下？昆仑丹师擦了擦汗，找借口甩锅。肯定是果子没熟透，打不下来。10000年的果子，镇元大仙还能不知道熟没熟？要是不熟，也不会叫我们来炼丹了。昆仑丹师被戳穿，脸涨得通红。小子，你行你上，你能打下果子，我叫你先师前辈。别，你都不行，我更不行！白眉真人怒喝一声，一把推开。废话少说，让开，让我替来替道兄挣回面子。白眉真人站到树下，闭眼运气，手指泛起金光，默念口诀后，2只指向一颗人参果。神力出，仙果落。金光击中果树，枝叶和果子晃了晃，像一阵风吹过，却没掉下来。昆仑丹师眼睛一亮，拍手叫好：“道兄好神力，果子就要掉了！”圣女赶紧吩咐清风、明月，快拿单盘锦帕接果子。我叫张毅，虽然还是不确定，但我应该是一名拥有3位未婚妻的天才修仙人。我按照约定来到武装观救人，结果莫名其妙接到了徒手摘下人参果的任务，但在2位老辈子的操作下，人参果丝毫没有要掉下来的意思。是时候该我出马了。清风、明月兴冲冲取来东西，站在树下等，脸上的笑容却慢慢僵住，眼前的果子一点都没要掉的意思。果子没要到的意思，要不前辈们再试试？白眉真人皱眉，咬了咬牙，再出2指金光，比刚才更亮。这回果子必落，接好。果树晃动的力度比刚刚大了一些，但果子还是没掉。明月撇嘴，拉着清风回到圣女身边。看来这位白眉真人的神力还是不够。 2位前辈都打不下果子，没药引，今天这丹药怕是炼不成了。 2位前辈不行，不是还有你吗？你吹嘘能炼金丹，打下果子该不在话下吧？昆仑丹师附和，一脸看戏。这次算是他和白眉运气差。张毅既然说他炼出了天元金丹，想必修为肯定不低。你来打一个，让我们开开眼。你们2位几千年修为的神仙都打不下来，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小垃圾，我就不献丑了。 不行，摘不下果子就炼不成丹。你师傅说你有天道修为，天道修为难道还打不下一颗人参果？天道境界，就他这么狂的话，老子还是第一次听。自盘古开天，只有道祖一人有天道境，你个垃圾也敢自称，太狂了！若不是在武装观，我一定当场劈了你，以正仙道门风。我从没说过，是师傅说错了，不然就是你们听错了。你说的话是真是假？摘人参果，一看便知。没听见圣女师姐说话吗？摘。少废话，摘。我无奈叹气，却还是走到树下，摘就摘，反正我也摘不下来，到时候你们也就死心了。我抬手对着人参果轻轻一敲，果子没反应。你看。 我就说我这点修为根本不能玉器为金，这果子我打不下来。看来你师傅也是个大骗子，这婚退对了。圣女摇头，一脸失望。明月既失望又生气，真不知道师傅为啥把他请到关中。我看他说有炼丹的本事，也是一嘴谎话。干脆我们将他打下山去。清风话没说完，当的一声，一个人参果突然掉在地上。清风指着地上的果子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快看，人参果掉了，他真打下来了。 我也懵在原地，为啥他俩都不行？我轻轻一敲就掉了，难道师傅一直都在骗我？我真的有大修为。我叫张毅，刚在武装观成功徒手摘下了人参果，基本可以肯定我不是修仙废柴。没想到2位老辈子眼红，一颗不够，居然还要让我再打一颗，真服了。谁还记得我是来这里救人的？圣女手指地上的人参果，大喊：“人参果遇土而入！” 快捡起来！我刚哦了一声，果子就化金光钻进土里消失了。清风心疼的直跺脚，这人参果为什么你不接？白白糟蹋了。虽少了一颗果子，却验出了一个天道境仙人，这下金丹和师傅都有救了。轻轻一敲，果子就掉。这小子的修为居然远胜老子。依我看，果子掉下来跟他没关系。 刚才明明是他一敲才掉的，怎么会没关系？白眉真人得意的冷哼，
果子肯定是已经被他们二人的神力打得摇摇欲坠。果子早被我们打得要掉了，他不过碰巧敲了一下。我也松了口气，点头附和。这果子也不像是我自己能打下来的。白眉大师说的对，这果子确实不是我打下来的。要证明不是你打的，很简单，再打一颗。再打一颗，如果还能打下，就证明师傅骗了他。回去一定要问问清楚。我拿起托盘站到树下，选了个果子，抬手要打。好，再打一颗。刚才不过是这小子运气好，这次绝对打不下来。我抬手一敲，当的一声，人参果稳稳落在托盘里。我看着昆仑丹师，白眉真人瞬间石化，嘴巴张成 O 型，隐隐觉得不对劲。神珠自毁化食品金莲不太可信，当我敲下人参果，是实实在在的。你们是不是白活了我不知道，但这果子真被我打下来了。不敢说我一定有天道修为，但应该不是师傅说的修仙废柴。等这次回山，我一定要找师傅问清楚。白眉真人惊叹，拱手就要拜。我信了，小仙拜见天道大神。昆仑丹师赶紧拉住白眉，别冲动，不能凭着就断定他是天道境。人参果遇金而落，金气也能打落，难道金气也有天道境？前辈是说张毅作弊用了金气。我亮出两手，抖抖袖口，我身上没铁片，哪来的金气？有些门派自有金水玉身，以金炼体，身体属金，敲果子和金气效果一样。这小子说不定也是这种歪门邪道。白眉真人点头，马上倒戈。好啊，这小子是假的天道境。随你们怎么说，现在果子有了，我是来炼丹的，练完就下山。圣女姐姐，我们开始炼丹吧。如果你练不成，那就证明前辈们说对了。如果我能练成呢？我叫张毅，刚在武装观成功徒手摘下了第2颗人参果，基本可以肯定我不是修仙废柴。接下来到了我最擅长的炼丹时间。等等，我怎么看到有一位老辈子往丹药里下毒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圣女一脸认真看着我。如果能练成，证明你是天道境，我不追究你悔婚，继续嫁给你。你如果是天道境，那我们拜你为上仙。我两指一挥，人参果化流光进丹炉，丹炉立刻闪七彩光，人参果入炉，3颗金丹，看谁能练成。前辈先请。虽说我俩没打下人参果，但我2人炼丹都得到了兜率宫老君认可。你比不过，这金丹必成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早该夹着尾巴走人，省得留在这出丑。2位老辈子，刚才敲果子前你们也这么说，结果呢？昆仑丹师掏出一个锦盒。好，那老子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昆仑丹师掏出锦囊中的秘密，得意洋洋地展示在众人面前。看老子用师门珍藏的万年龙胆石做丹药之心，此丹必成。天哪！万年龙胆石与人参果同等级别，整个3界才9颗，看来金丹有望了。这么珍罕的物件，能救好多人，用来炼丹太糟蹋了。目光短浅，普通人岂能与镇元大仙比？昆仑丹师两指一挑，锦囊里黑雾飞进丹炉，半分钟之后，一条黑龙绕丹炉盘旋1周消失。话语仙门老祖叮嘱，不能叫镇元子康复。我在这黑龙胆里加了3分毒，继承丹又害镇元子，到时候万寿山乱成一团，我也能分一杯羹。我盯着丹炉，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这炼丹炉内有毒气，难道是这人的龙胆石有毒？道兄，火候到了，开炉请丹。精神供血气，4项会中庭。开。昆仑丹师一指对准丹炉，一颗金丹缓缓升起，落到他手里。金丹出炉，神光漫天，这天元金丹成了。打下1颗人参果，你确实有些小本事，可这小本事能与炼成神丹相提并论吗？金丹光芒消失后，只剩半颗。昆仑丹师看到眼前的半颗金丹，强装镇定。虽只有半颗，却是货真价实的天元金丹，速速献给镇元大仙。不行，这金丹有毒，不能给镇元大仙。郑宇听到有毒2字，猛地睁大眼睛，看向昆仑丹师手里的半颗金丹。有毒！昆仑丹师慌忙摆手，脸涨得通红。胡说八道，这是上乘神丹，这臭小子没安好心。既然你说没毒，那你当着大家的面吃了自证清白。
我叫张毅，是一位在武装观成功徒手摘下了2颗人参果的修仙天才。刚刚我成功阻止了一位想炼毒丹谋害我未婚妻师傅的老辈子，没想到另一位还有后手。难道这俩老东西是串通好害镇元大仙呢？我要阻止他们！昆仑丹师眼神躲闪，往后退了半步，给自己找借口。金丹太珍贵，只有镇元大仙配吃，我吃了是不敬。是不能吃，还是心里有鬼不敢吃？昆仑道兄高风亮节，怎会做下三滥的事？你这是挑拨两派关系。金丹有没有毒，谁说了都不算。圣女慧眼如炬，自有裁定。不如炼完3颗金丹，让师父请自选。就这么办，3颗炼完呈给师父，谁真心谁乐意，他老人家一看便知。你这臭小子坏老子仙缘，这丑老子记下了。昆仑仙门不会害人，但你不好说。哼，清者自清，等你炼不出金丹，看你怎么辩解。白眉真人拉住昆仑丹师，劝他不要和张毅一般见识，跟臭小子争论掉身份。等我们炼出金丹，让镇元大仙收拾他。昆仑丹师凑近白眉，小声叮嘱：不知哪步露了破绽，被他看出有毒。化羽仙门老祖的嘱托靠你了。天元金丹非凡物，他炼不出，我这可也加赌，让大仙选哪颗都难逃一死。白眉真人，您曾说3界没有您炼不出的丹，这颗天元金丹就靠您了。白眉真人拍胸脯，放出狠话：如果炼不出，我自废修为，此生不入仙道。听说白眉真人在老君门下学习丹道，您用的丹药之心想必也是宝物吧？白眉真人得意地掏出瓷瓶，我带的至宝是上古凤血，能医死人肉白骨，3界少有。活凤饮血100年才10滴，10000年才攒1滴，这么稀罕的东西用来炼丹，太糟蹋了。住口！镇元大仙是地仙之祖，只有他配用这稀罕物。我见凭口飘黑雾，内心一惊，这凤血也有毒？难道这俩老东西是串通好害镇元大仙呢？我看到白眉真人2指挑动瓷瓶，一道黑雾快速飞进丹炉，他们恐怕要害镇元大仙，不能让这颗金丹出炉，得想办法。金丹已成，等融合好就显现。凤血阴寒，金丹阳热，冷热交替，炼出来也是半成品。鬼扯！老子用凤血炼过多次，都是一次成，怎会是半成品？那你用凤血炼过天元金丹吗？天元金丹3界少有，老君炼丹都大半失败，你哪来的自信？白眉真人被我说的陷入沉思。看着白眉真人犹豫的样子，我赶紧又趁热打铁。我是不忍心看你浪费了这么多好东西，炼出一颗无用金丹，所以才好心提醒你，这炉内火候不够，要炼成金丹就必须再添一把火。我叫张毅，是一位在武装观成功徒手摘下了2颗人参果的修仙天才。幸亏我急中生智，阻止了2位想炼毒丹谋害我未婚妻师傅的老辈子，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该轮到我炼丹？昆仑丹师拉白眉，小声提醒：这小子不可信，他是想把你的金丹变成废丹。白眉真人点头，对我怒骂：老子才不信你这小子这么好心！金丹已成，开炉。如果开炉炼出废丹，毁了您老的名声更严重。白眉真人挠头，看向昆仑丹师，一脸犹豫。丹书上确实说阴阳融合要烈火烤。服了，老子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。万一真的炼废了呢？那就加3分火候烤片刻，就算不对，损失也不大。就信你小子一回。白眉真人点丹炉，嗖地喷出一团窜得半人高的火柱，火苗。看我3昧真火！我背过身，内心狂喜。太好了，3昧真火一烤，金丹要变成黑炭了。嗣后合丹壁，真主坐黄庭。白眉真人一指丹炉，一道金光击中炉顶，炉盖随之弹开。开！丹炉里金光闪闪，一个圆溜溜的光点缓缓升起，金光闪闪，看着像成了。白眉真人伸手，光点落在掌心，天元金丹成了。想不到这臭小子还真说对了。昆仑丹师、圣女、清风、明月凑上前，让我看看。白眉真人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，嘴角抽搐。他手里的金丹，一半金灿灿，一半黑黢黢，像被啃过的烤红薯。老兄，你这金丹色泽咋这么与众不同？这算半颗金丹，跟昆仑前辈的半斤8两。
白眉真人猛地转头，怒视我，手指抖得像触电。是你故意误导我，才弄出这焦炭。饭能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是好意，你自己火太大烤焦的，怪谁？白眉真人抬手，啪啪扇了自己两嘴巴，一张老脸瞬间红了。老子糊涂啊，居然信了他的鬼话。丹炉里还有最后一颗半成金丹，谁来炼？昆仑丹师和白眉真人同时跳出来，脸都快贴到丹炉上了。我来。龙胆石、凤凰血都用完了，我不明白他们还能拿啥做丹心？你们材料都用完了，拿啥做丹心？昆仑丹师和白眉真人一脸羞愧，低头不说话。圣女转头，眼神落在张毅身上。这么说，最后希望在你身上了。我现在嘛，有点自信，但不多，不敢说全部希望，可至少不会再练出一个半成品。我叫张毅，是一位在武装观成功徒手摘下了2颗人参果的修仙天才。我成功阻止了2位想炼毒丹谋害我未婚妻师傅的老辈子后，是时候轮到我炼丹了。还是老规矩，来，铁锅炖金丹。白眉真人撸起袖子，指着我怒骂：要不是你，老子怎会炼出半颗金丹？今天就替天行道劈了你！圣女厉声喝止，手按腰间法器，一脸谁敢造次的威严。武装观是府地，谁敢动手？昆仑丹师赶紧拉住白眉，小声劝他：何必动怒？没千年丹道炼不出天元金丹，就让这毛头小子试试，反正出丑的是他。白眉真人眼珠一转，阴笑着凑到昆仑丹师耳边，表示他们的目的肯定能达成。好，让他多活会儿，炼不出金丹，圣女饶不了他，大仙还得选我们的丹。就让他炼，我倒要看看他炼的金丹能比炉里的残渣贵多少。我一脸自信，炼丹可是他最擅长的领域。我炼的丹不敢说至精至纯，但肯定不比你们的差。好，那你这句话我全当军令状。如果你炼不出与众不同的金丹，休怪我翻脸。我拍了拍丹炉，突然有些不好意思。炼丹我从没出错，但我用大铁锅炼惯了，你们有吗？昆仑丹师听到我的小白发言，立马捂着肚子哭笑不得。用大铁锅炼天元金丹，笑死人了。对呀，我在玉京山用铁锅炼过9转金丹。狂妄！9转金丹多稀贵，岂是铁锅这种低下东西能炼的？清风也气鼓鼓的，攥着拳头。仙人说的对，从没听说金丹能用铁锅炼。明月撇嘴，一脸丢不起这人的嫌弃。武装观要是用铁锅给师傅炼丹，传出去会成仙界笑柄的。用铁锅炼丹是玩笑还是3界之外的奇方秘术？我这20年都是跟着师傅在山上，到哪里去找什么奇方？没有奇方，我是从书上自学的。不可能，炼丹术深奥，哪有人无师自通？盘古开天道现在都没这号人。我既然不是奇方，就是投机取巧，我武装观绝不允许。你就用这丹炉炼。不给就不给，铁锅我都能炼出来，你这丹炉我还怕炼不出来？师姐，师傅伤师姐，真要把希望放他身上。这小子的底细看不清摸不透，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。白眉真人暴毙，冷笑一声，等着看我笑话。行，老子倒要看看你不用铁锅能炼出什么破来。昆仑丹师点头附和，指着丹炉。这丹炉可是仙家宝物，他要是连这都用不明白，趁早滚蛋。我走到丹炉前，围着转了2圈，伸手敲的炉壁咚咚响，看着倒是很结实。那就让我来试试。希望他真有本事，不然师傅就危险了。清风、明月站在圣女身后，2个人对视一眼，满脸担忧。我叫张毅，是一位在武装观成功徒手摘下了2颗人参果的修仙天才。都怪武装观规矩多，居然连炖金丹的铁锅都不给我。不过无所谓，强者从不抱怨环境。炼丹第一步不需要什么天才地宝，只需4个字：大道至简。圣女提高音量，眼神扫过我和另外2位丹师。他若练不出，不是还有2位丹师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放心，丹书我背得滚瓜烂熟，这丹一定能练出来。倒是2位丹师远道而来，不如趁天亮早点回家。专业是得专业人做，就你这半吊子还想练出金丹，简直就是侮辱我们。你们放着仙道丹道那么多正道不走，偏走邪道，难怪练不出真金丹。白眉真人咬牙切齿，他今天虽只练出半颗，但那又如何？
待老子回仙门再去奉训，明天再来，定能练出整颗。道兄跟他争论掉身份，等这小子练出废料，看他还有脸站在这。炼金丹的有仙家至宝做心，你小子的至宝是什么？没看到张仙师带行李，不会是没带任何的师门宝贝吧？昆仑丹师上下打量我，嘲讽我一脸穷酸样。听说玉京山穷，没多少仙人修炼，看他这穷酸样，8成一件至宝都拿不出。我只能叹息，这些人太俗气。谁规定金丹之心一定要用仙家至宝？历代仙家典籍、丹书珍藏都有记载。那我就只能说点大实话，你们看的典籍8成是盗版。白眉真人像被踩了尾，跳脚怒吼：一派胡言！仙家典籍怎会有盗版？你这是侮辱仙道传承！昆仑丹师撸袖子，往前凑了半步，一脸要打人的模样。敢辱没仙家典籍，今天非得让你小子知道厉害！吵什么？要动手滚出武装关，别在这里撒野！怎么说不过就动手？这就是你们的正道！清风拉了拉白眉的袖子，小声劝说：前辈，师傅说关中不能动粗，犯规矩要受罚的。白眉真人深吸一口气，强压怒火，指着丹炉：有本事用你的那些垃圾练，练不出来看你怎么说。等着瞧，让你们见识什么才是正统的炼丹之法。我赌他拿不出东西，等会儿准会找借口溜走。溜没那么容易，练不出金丹，就让圣女按规矩治他欺瞒之罪。要是张仙师练不出金丹，那师傅的病……难道他真能不用仙家至宝练出金丹？我在山上翻遍丹书，大道至简，一滴无根水就能做金丹之心，炼天元金丹。此话一出，昆仑丹师和白眉真人同时发出一声爆响。无根水明明是炼丹后刷炉的废料，你小子居然用来炼丹，简直胡闹！我叫张毅，是一位为了救未婚妻师傅，正在武装观练仙丹的修仙天才。众所周知，我炼丹主打一个野路子，无需天才地宝，只需无根水一滴。如此这么简单的操作，却引来了炼丹老辈子们的嘲讽。虽然我早就察觉到他们没安好心，但为了揭开两人的阴谋诡计，倒不如借此机会和他们立下赌约。白眉真人捂着肚子狂笑，一副你懂个屁的表情。你到底懂不懂炼丹？用刷锅的无根水做丹心，想炼废料中的极品吗？圣女2位仙童，还不快赶他走！圣女不语，明月清风尴尬到面面相觑。张毅皱眉，一脸敢不敢赌的挑衅。我的炼丹之道就是这样，要是不信，不如打个赌。昆仑丹师嗤笑，暴毙挑眉，正好自己宫里缺个守门奴。赌就赌，要是你练不出，就去我宫里当个守门奴。白眉真人坏笑补刀：我倒是什么都不缺，不如就在你做守门奴的工作年限上再加个1万年吧。论修为，我比不赢你们这些混日子，但比炼丹，你们肯定输定了。张仙师口气倒不小，你就说你赌还是不赌？当然敢，但如果我赢了，他们拿什么说？昆仑丹师听后只觉得幼稚，他可不是白混。这么多年来，他手上共有空土逆、昆仑镜、女娲石3大上古神器。这好办，几千年来，老子收集到了3大上古神器。如果我们输了，这3件宝贝全给你。不过是3块老石头，被捧得太高太俗，不要！白眉真人愣了，随即掏出个金灿灿的牌子。老子曾在老君门下学丹道，老君赐我3座炼丹行宫。如果我们输了，这3座神宫全给你。这些我都不需要。良田千顷不过3餐，广厦万间只睡3尺。房子多了反倒没意义，房子太多没用，不要。你到底想要啥？我要你们发誓，输了就如实回答3个问题，说谎就天打雷劈。白眉真人、昆仑丹师对视，眼神闪烁。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如实回答3个问题，不会再给我们挖坑吧？圣女向前一步，眼神锐利如刀，扫过2丹师。2位前辈不敢应答，难道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？我就不信你小子瞎糊弄能练出金丹，我答应你。我同上。既然赌约定下了，那就开始炼丹吧，别耽误救师傅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就以50为限，练不出我认输。清风，
明月凑到圣女身边，小声嘀咕：“圣女，她真能用无根水炼丹吗？”不好说，但看他自信的样子，或许真有门道也说不定。白眉真人抬头看天，只见太阳早已挂在头顶，得意地哼了一声。距离午时只剩半个时辰，你小子输定了。我只要一滴无根水，金丹立刻成，哪里还需要半个时辰？我叫张毅，是一位为了救未婚妻师傅，正在武装观练仙丹的修仙天才。要想练成天元金丹，本需要无根水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又偶然悟到了另一种炼丹秘法。搞笑的是，在场的神仙竟然都不清楚这秘法的来历，看来又需要我好好科普一番了。清风指着头顶猎人，笑得前仰后合。3日前雨神刚在万寿山布雨，10天内这里全是大晴天，别说一滴无根水，半滴都没有。万寿山最近10天全是大晴天，你想找无根水，怕是要跑到几百里之外了。圣女姐姐面子大，跟雨神说声不用下大雨，打个喷嚏掉几滴就行。白眉真人突然跳脚，手指着我，嗓门比雷声还大。不行，若是请圣女帮忙助你炼丹，就算这金丹炼成了，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。刚才的赌约也算你输。没有担心炼不成金丹，你小子输定了，乖乖当我的守门奴。白眉真人凑到我面前，拍着我的肩膀，假惺惺叹气：“小子，炼金丹第一步都完不成，还比啥？认输吧。”我一脸淡定，手指天空，表示现在定输赢太早，还有半个时辰，雨神说不定在来万寿山的路上呢。雨神是天地正神，你配使唤？做梦！想要无根水，何不自己向天借雨？万一雨神给你面子呢？试试就试试，正好验证修为。真是天道境，雨神不敢不从。不够的话，再想别的招。清风撇嘴，摇头晃脑，像个小老头。雨神是天地正神，只给师傅和圣女面子。张仙师，你想都别想。别说张仙师，就算你师傅赵仙师来求雨，10有8九也没用。用无根水炼丹不是唯一办法。求不下雨，我还有别的招。白眉真人吹胡子瞪眼，天元金丹是无上神丹，天宫都没几颗，若有这么多炼丹，天宫老君他会不知道？你个臭小子，还在这里胡扯！我看就该把你带回昆仑当守门奴，拴着供人观赏，罚你戏弄之罪。我知道他们赢不了，更不可能带走我，因为新的炼丹之法是我悟出来的秘法。白眉真人笑得直拍大腿，眼泪飞溅。这是几千年来我听到过的天大的笑话。就算是镇元大仙，悟新秘法也要100年。你20岁就敢这么吹？清风点头附和，掰着手指算。没错，距离师傅上一次往弥罗宫论道，还是100年前的事。悟出这种秘法很难吗？我只用了3天就悟出了仙人类。仙人类那是什么狗屁？没听过。白眉真人皱眉，摸着下巴，陷入沉思。他修丹道1000年，典籍翻遍，从没见过仙人类的记载。胡说！老子纵观1000年丹道典籍，从没见过什么仙人类。仙人类？难道是用仙人的眼泪炼丹？没错，我看云石悟出来的，没想到这玩意儿比无根水还纯呢。清风、明月对视一眼，同时摇头，一脸怀疑。仙人类听着就不靠谱。白眉真人说着，又要动手。一派胡言！仙人哪有那么多眼泪给你炼丹？你这是拿我们当傻子耍？